65岁以上的老人血糖多少才算正常？为什么有超过 40% 的老人反而控糖控过头，把血糖压得过低，结果正在加速失智？这听起来是不是很颠覆直觉？许多人年轻时都听过一句话，血糖越低越健康，但在老年人身上，这句话可能变成危险的陷阱。医生甚至紧急提醒，对于65岁以上的长者，低血糖比高血糖可怕10000倍。过度严格控糖，可能在几分钟内引发头晕、摔倒、骨折，甚至诱发心肌梗塞等致命风险。根据2025年最新的国际糖尿病指南，医生们开始强调，老年人的控糖目标要松紧适度，不能再一味追求年轻人的标准。换句话说，老年人的正常血糖范围其实比你想象的高一些。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血糖不再需要控制了？当然不是。接下来我们就深入探讨，为什么上了年纪血糖不能控得太低？新的标准又到底是怎样的标准？让我们从一个真实案例开始吧。一位72岁的张奶奶，患2型糖尿病20多年，每天规规矩矩量血糖，吃降糖药，从不敢懈怠。她坚信只要血糖控制得越低，越接近正常，就越健康。然而最近一段时间，她却反而出现了一些可怕的状况，常常感到头晕、心慌，有几次清晨甚至突然晕倒在家里。家人吓坏了，还以为他是血糖飙太高出问题，赶紧送医院。结果检查报告让所有人跌破眼镜，张奶奶不是高血糖犯病，恰恰相反，她的血糖已经被控制得太低了。主治医生神情严肃地对家属说，这个年纪血糖不是越低越好，有些老人就是死在对增强血糖中的盲目追求里。这句话听起来毛骨悚然，但的确发人深省。原来张奶奶长期严格控糖，追求年轻人那样完美的血糖数字，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掉进了低血糖的陷阱。医生解释，像张奶奶这样超过70岁的糖尿病患者，照搬年轻人的控糖标准其实很危险。对于他这个年纪来说，血糖并非越低越健康，反而应该留有余地。把血糖压得过低，不但没有额外好处，还可能带来致命的风险。那么为什么上了年纪后血糖不能控得太紧？是不是懒惰不自律的借口呢？其实正相反，70岁之后血糖别控太紧，这不是偷懒，而是保命。权威的老年糖尿病管理指南明确指出，70岁以上的老人空腹血糖维持在 7.0 到 8.0 mmol 之间更安全，不推荐像年轻人那样强力控糖。也就是说，老年人的正常空腹血糖可以容许到7甚至8左右，而不用严格压在5、6以内。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吧？为什么反而高一点点比较好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也很现实。随着年龄增长，人的代谢变慢，脏器功能下降，对低血糖的调节反应能力也在减弱。年轻人血糖低了，身体会迅速动员升糖的机制，例如分泌肾上腺素，刺激肝脏释放葡萄糖，让血糖回升。年轻的大脑也比较耐短暂的低血糖，很快就能缓过来。可是老年人就没那么幸运了，身体的紧急报警系统迟钝得多，低血糖时往往来不及反应，或者反应不足，一不小心血糖骤降就可能铸成大祸。更何况老年人常常还合并肌少症、肌肉流失、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硬化等问题，一场低血糖对他们的打击比对年轻人大得多。所以高龄糖尿病患者的控糖标准必须和年轻人有所不同，否则就是拿自己的生命在冒险。也许有人会问，血糖高不是对身体长期有害吗？为什么低血糖反而这么危险？别急，接下来我们就仔细拆解一下过度控糖带来的5大危机，看完你就明白了。第一大危机，低血糖昏迷与猝死。当血糖被压得过低时，大脑这个耗能大户立刻功能不足。我们的脑细胞对血糖的需求非常任性，它们几乎只吃葡萄糖，没别的能源替代。于是当血糖降到一定程度，大脑首先抗议，人会突然感到头晕目眩、冒冷汗、心悸不安，甚至意识模糊。如果血糖继续往下掉，就可能出现低血糖昏迷，严重时甚至直接猝死，特别是在夜里或清晨。如果老人独居在家，血糖低到昏迷都没人发现，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想象一下，一位老人半夜血糖骤降，倒在地上，身边没人及时施救，那情景是多么危险。所以低血糖发作对老年人来说可是分分秒秒都在和死神赛跑。第二大危机，诱发心脑血管意外。血糖过低时，人体会本能地释放大量儿茶酚胺类激素，比如肾上腺素，来试图挽救血糖。然而，这些激素虽然能够升高血糖，却同时让心跳加快，血压剧烈波动。对一个上了年纪、血管弹性变差的人而言，突然的高血压和心律失常可能是致命的导火索，心肌梗塞、脑中风的风险骤然上升。有研究发表在《中华老年医学杂志》的数据指出，老年糖尿病患者每经历一次严重低血糖事件，他们的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就增加将近2倍。换言之，一次低血糖发作对心脏和大脑的威胁可能不亚于一次小型心梗或中风。这就是为什么医生特别担心老年人低血糖，它不仅自己能要命，还可能引爆其他健康炸弹。第三大危机，加速认知退化，诱发失智。如果说高血糖对身体的伤害是日积月累，那低血糖对大脑的伤害就是当头一棒。大脑细胞对血糖最敏感，长期频繁地处于低血糖状态，神经元会反复受到损伤，甚至死亡。结果呢，老年人的记忆力开始明显下降，反应变迟钝，整个人看起来越来越迷糊。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严重时就会出现类似阿兹海默症的失智倾向。有研究显示，频繁发生低血糖的老年糖尿病患者，日后罹患阿尔茨海默症，也就是老年痴呆症的风险比血糖稳定的糖友高出 40% 以上。换句话说，过度控糖可能在无形中加速老年痴呆的到来。低血糖发作一次，大脑断电一次，发作10次，就仿佛在大脑里放10颗小炸弹，把脑细胞阵地炸得坑坑巴巴。我们原本想通过严格控糖来保护身体，却没想到大脑反而因能源供应不足而提前老化、退化，这岂不是南辕北辙吗？因此，为了保护记忆和脑力，老年人千万不能再迷信越低越好的控糖误区了。第四大危机，增加跌倒骨折的风险。老年人最怕什么？很多人会回答，最怕跌倒。的确，对骨质变脆、反应变慢的长者来说，一跤摔下去，可能就是人生从此走下坡路的转折点。而低血糖正是导致老人跌倒的一个隐形杀手。当血糖过低时，人会四肢乏力，眼前发黑，走路脚下发飘。这种情况下，稍微一不留神就可能绊倒或摔倒。而一旦跌倒，特别是髋部骨折、脊椎压缩骨折等重伤，对老年人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不仅需要长时间卧床、手术复健，生活无法自理，甚至有很高的致残率和死亡率。骨科资料显示，老年糖尿病患者骨折后的致残率和死亡率都明显高于同龄非糖尿病人。医生常说，血糖控制得再漂亮，摔一跤进医院也白搭。意思是，就算平常血糖数字很漂亮，但只要一次低血糖引发的跌倒让你住进医院，那之前所有的努力都等于白费。这话刺耳却是实情，在控糖和安全之间找到平衡，对老年人来说真的是至关重要。第五大危机，营养不良与体重骤降。有些老人家为了把血糖控制在理想范围，简直无所不用其极。严格节食，视碳水化合物如毒药，饭不敢多吃一口，面食水果更是碰都不碰，生怕血糖升高一点点，结果看似血糖下降了，但整个人营养也跟着不良了。长期过度节制饮食，蛋白质吃不够，碳水几乎戒掉，身体只能不停燃烧自身的脂肪和肌肉，于是肌肉大量流失，本来就瘦的变成皮包骨。有些人虽然体重掉了不少，却因缺乏肌肉而出现骨瘦如柴的空壳型体态。也有一些人虽然有在吃东西，但营养不均衡，导致肌肉减少，脂肪比例上升，看起来软绵绵、虚胖胖，俗称虚胖体质。不管哪一种，营养缺乏都让身体更加虚弱，免疫力下降，伤口愈合变慢，感染反复找上门，一副恶性循环的景象。这时候身体整体状态变差，又会让糖尿病更难控制，甚至引发其他并发症。可以说，过度控糖造成的营养不良，
反而摧毁了老年人本就脆弱的健康地基，让他们更难稳稳地生活下去。看到这里，您可能要问了，难道70岁以后就干脆不用管血糖了吗？任由它高？当然不是，控糖依然重要，只是控糖的目标要讲究松紧有度，因人而异，千万不能矫枉过正。年轻时控糖，我们控的是数据；老了以后控糖，我们控的是生活品质和平安。对待老年糖尿病，更明智的策略是稳中求胜，既要避免血糖长期过高导致的慢性并发症，也要防止血糖过低带来的急性危机。这就像走钢丝，一头是高血糖的火焰山，一头是低血糖的深坑，我们要走在中间安全的路上。那么老年人的血糖维持在什么范围比较合适呢？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新标准所在。我们来看看专家们的建议。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老年糖尿病管理指南，以及美国糖尿病学会2025年的最新标准，医生们对高龄糖友设定了更弹性的控糖目标。空腹血糖建议控制在 7.0 到 8.0 mmol 左右，也就是早上起床或饭前的血糖值，在7上下浮动都算可以接受，无需压到年轻人理想的5左右。餐后2小时血糖大致不超过 10.0 mol 血热即可，饭后血糖不上2位数，基本就不必太担心，没必要严格要求跟正常人一样，6-7以内，糖化血红蛋白 HbA1c 整体控制在 7.5% 到 8.0% 左右较为妥当。有些权威建议甚至更放宽，如果老人家已经出现失智或多种疾病缠身，可以容许 HbA1c 达到 8.0% 甚至 8.5%。相反，如果是身体硬朗、生活能自理的高龄患者，则可以视情况适度严格一点，让 AEC 接近 7% 左右，但一般也不主张低于 7%。总之，不管怎样，不再一刀切地追求 6.5% 以下那样的完美数字。概括来说，新标准强调的就是一个安全第一，适度控糖。对生活能自理、身体较好的高龄长者，血糖目标可以趋近正常，但不过低。而对那些体弱多病、需要他人照顾或者已出现认知障碍、失智症迹象的老人，宁可让血糖稍微高一点，换取更安全稳定的生活状态。毕竟，比起血糖高1-2格，更可怕的是低血糖带来的摔倒、昏迷和器官损伤。医生现在看老年病人，已经不仅仅盯着血糖数字，还会全面评估他的认知功能、行动能力、情绪状态以及服药情况，然后量身定做控糖方案。目标很明确，预防低血糖，保障老人家的生活品质和安全。知道了合适的血糖范围，那老年糖友们又该如何避免控糖过头呢？下面我们就分享一些科学控糖的小诀窍，帮助长辈们既把病稳住，又守住健康和生命的底线。第一，饮食要均衡，千万不要谈糖色变。控糖不等于断糖，尤其对老人来说更是如此。很多长辈一查出血糖高，就如临大敌，把所有主食、甜食、水果全都拒之门外，恨不得每天青菜水煮度日。其实这种做法很不可取，长者需要的是均衡营养。控糖的真谛在于控制总量和搭配，而不是一味与碳水绝缘。3餐中适当摄取主食，如全谷杂粮、蛋白质和蔬菜，水果也可以在2餐之间少量食用。这样既能避免血糖大起大落，又能确保身体得到足够的营养。如果只顾着降血糖而严重节食，反倒会导致前面说的营养不良、肌肉流失等问题得不偿失。所以千万别把糖当怪兽，看到就逃，聪明的吃而不是不吃才是王道。第二，不要随意加药，更忌多种降糖药物叠加乱用。很多老年糖友都有这样的经历，测血糖发现高了，就自己赶紧加一颗降糖药，或者换更强的药，甚至有的人同时吃上3-4种降糖药，生怕控制不住，结果药越吃越多，低血糖反而次数渐渐增加。要知道，药物叠加是导致低血糖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磺脲类药物或胰岛素用过头，更是隐患重重。因此，用药一定要遵照医生指导，千万别自己擅自调整方案。
如果发现某段时间血糖偏高，应该咨询医生，看是否需要调整剂量或换药，而不是自己恐慌式的猛加药。同时也要定期监测血糖，把数据提供给医生参考，方便及时调整治疗。简单说就是控糖药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够用就行。医生甚至提出去药化概念，对那些血糖已经在 7% 以下而仍在用强效降糖药的高龄患者，可以考虑在医生监控下减药甚至停药一阵子，看看血糖是否仍稳定，以减少低血糖风险。毕竟药吃得越多，发生低血糖等副作用的几率就越高。第三，生活作息要规律，睡前适当加点小点心。很多老年人晚上怕血糖高，晚饭吃很少，甚至不吃东西就空腹睡觉，这其实容易导致半夜或清晨血糖过低。白天活动少，夜里长时间不进食，身体的血糖储备可能撑不到天亮，所以睡前加餐对一些糖友是有必要的。当然不是让你大吃特吃宵夜，而是适量补充一点富含蛋白质和复合碳水的小点心，比如睡前喝半杯牛奶，配2片全麦苏打饼干，或者来点无糖豆浆加1小块全麦面包。这些食物消化吸收较慢，可以在夜间持续释放少量的葡萄糖，防止凌晨血糖掉得太低。同时，规律的作息，按时吃饭也很重要，早睡早起，固定3餐和加餐时间，让身体形成一个稳定的节奏，有助于维持血糖平稳。不规律的生活，例如有时熬夜，有时晚起，错过早餐，或者3餐时间每天差很多，都容易让血糖忽高忽低，控糖变得更加困难。第四，监测血糖的频率不宜过高，心态也不要过度紧张。有些老人家买了血糖仪后，恨不得一天扎手指测6、7次血糖，血糖只要稍微一高就坐立不安，赶快想办法压下去。长期下来，他们整个人被血糖数字牵着鼻子走，压力山大。我们称这种现象为控糖焦虑症。其实过于频繁的监测血糖并随之过度反应，反而可能干扰正常生活。一般来说，如果血糖比较稳定，每日测1到2次就够了，重点观察空腹和餐后的变化就行，没有必要每个小时都盯着血糖仪，那样只会让自己神经紧绷。毕竟血糖是动态的，受饮食、运动、情绪等影响会有小幅波动，这是正常的。不必为了1、2次读数略高于平时就惊慌失措，更不要因为短期的数字波动就自行增加药量或饥饿运动。调整治疗应该基于长期趋势和医生建议，而不是1、2次读数。保持轻松平和的心态，才能长期把糖尿病管理好。如果每天紧张兮兮，反倒可能因为压力荷尔蒙分泌影响，让血糖更难控制呢。所以测糖有度，该测时测，该放松时就放松，不要被数字绑架了生活。第五，比起紧盯血糖数值，预防并发症和维持整体健康更重要。老年糖友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血糖高出标准一点点，而是高血糖长期不控引发的一系列并发症，心脏病、肾脏衰竭、视网膜病变、神经病变等等。所以合理控糖的目的是延缓和预防这些并发症的发生，而不是追求某个完美的血糖数字。换言之，我们控制血糖是为了让老人家活得更健康、更长久，而不是为了拿一张漂亮的化验单去炫耀。年过70旬，真正要追求的目标不是血糖完美无瑕，而是身体稳当、生活自理、少跌倒、少生病，能吃能睡，开心过好每一天，这才是晚年幸福的关键。过犹不及这个道理，在医学上处处适用，控糖也是如此。千万别让好好控糖变成拼命降糖。医生们常说的一句话，发人深省，一味追求低血糖，有些人最后是走在控糖的路上，倒在低糖的坑里。与其和自己的身体较劲，拼命压低血糖，不如把精力放在均衡饮食、适度运动、定期检查和管理好血压血脂上，全面降低糖尿病对身体的伤害。只要并发症不来找麻烦，血糖高一点点其实没那么可怕。谈到这里，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一种观念的转变，老年控糖观重心已经从数字转向人本身。年轻时我们总想战胜病魔，把血糖降到正常人水平，但到了老年，我们学会与疾病共存，以稳定安全为重。
事实上，医学界早在10多年前就受到一记警钟。在2008年，美国一项大型糖尿病研究 ACCORD 试验，本来打算测试将糖化血红蛋白压到 6.0 以下，是否能减少糖尿病心血管并发症。结果试验进行途中，研究人员震惊地发现，那些血糖控制特别严格的患者死亡率反而更高，情况紧急，试验不得不提前终止。这一事件震动了全球医学界，专家们开始反思，难道血糖降得太低太快，对部分患者反而有害？后来分析证实，的确如此。对一些高风险年纪大的患者来说，过度强求完美血糖可能弊大于利。自那之后，各大糖尿病指南陆续调整了建议，把老年人的控糖目标放宽，强调避免低血糖，注重患者的生活品质。可以说，新标准其实是一种更成熟、更人性化的控糖理念，不再盯着指标数字一味死磕，而是看重患者能否平安的、体面的生活。现在，如果您家中有糖尿病的长辈，可以做些什么呢？首先，帮助他们定期回医院复查，让医生根据他们当前的身体状况调整治疗方案。如果发现长辈出现记忆力明显下降，最近体重骤减，走路越来越不稳这些情况，一定要提高警觉，这些都可能是血糖控制不当、过低或波动大带来的警讯，需要及时跟医生沟通。此外，子女平时也要多关心老人的用药和饮食情况，确认他们没有为了降糖过度节食或者乱吃药。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可以考虑给使用胰岛素的老人配备连续血糖监测仪 CGM， 这种装置能24小时监测血糖波动并连接手机，及时预警高低血糖，对预防夜间低血糖特别有帮助。当然，更重要的是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让老人家明白血糖并非一定要达标年轻人的标准，只要控制在上述安全范围内，身体平稳，没有大的起伏，那就是成功的控糖了。我们要陪长辈一起转变观念，从战胜糖尿病变成与糖尿病和平共处。最后总结一下，血糖新标准告诉我们，老年人的正常血糖其实可以稍微高一点点，没必要死盯着年轻人的标准。超过 40% 的老人可能正陷入控糖过头的误区，把自己逼得太紧，反而让身体吃不消，加速了健康衰退和失智的风险。是时候调整我们对控糖的认知了，让血糖保持不高不低，平稳适中，才是老年人长寿之道。毕竟对70、80岁的长者来说，能稳稳健健地过好每一天，比拿着一张完美的血糖单却身体虚弱要重要得多。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每一位银发族朋友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控糖节奏，不再过度追求完美血糖，而是追求完美生活。愿所有长辈都能在健康的新标准下远离低血糖陷阱，保持头脑清醒，生活安康。记住，控糖是门艺术，对老年人而言，安全稳定的甜蜜点才是最好的目标。与其拼命降糖，不如稳稳控糖；与其一味求低，不如求稳求长久。让我们一起把这个新观念传递出去，为身边的长辈们护航，让他们在晚年少一分风险，多一分幸福。